8月30号，乌空军公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的米格29竟然成功发射了美军的 AGM-88反辐射导弹。通常情况下，这款导弹只能在美制战机或者是北约战机上完成发射。那么乌军是怎样做到的呢？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一聊，为什么乌克兰的米格29能够发射美制的导弹。在8月上旬，美制哈姆 AGM-88反辐射导弹的碎片呢，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发现了。这一情况也引起了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家的关注。不过呢，当时并没有太多详细的信息，因此这些专家认为短时间内为乌军的米格29战机增加这种武器的可行性并不高，所以这些哈姆导弹呢，可能是通过地面装置来进行发射的。但是8月30号，乌克兰空军首次发布的一段视频，却让此前俄罗斯专家们的猜测被打脸了。因为视频中显示，一架飞行中的米格29机翼下加挂了一枚货真价实的 AGM-88反辐射导弹，同时也证明了米格29不光能携带哈姆，还真的可以发射出去。从视频画面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军的米格29通过机翼内侧挂架携带了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外侧挂架则继续携带 R73型空对空导弹。同时在座舱内部呢，还增加了终端设备，位于座舱右侧 CRT 显示器上方位置，设备上有 Garmin 的字样。上方有几组数据显示，在下方呢，似乎显示出的是一个黑白电子地图，有道路和导航点。因此有人就猜测，这个 Garmin 的设备是乌军适配反辐射导弹的主要设备。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装置只是一个简单的手持式 GPS 终端设备而已，可以凑合着用来当作机载导航设备。不仅乌克兰军队在用，甚至俄罗斯的空天军也被人发现过，在座舱框的一侧挂上了一个 GPS 的手持终端，用来弥补战机在远航时地面引导不足情况下的导航问题。这跟反辐射导弹的装备呢，并没有什么重要联系。那么问题来了，理论上来说 AGM-88 这款反辐射导弹只有欧美各国的战斗机才能够发射，比如说 F-16战机或者是台风战斗机等等。而乌克兰空军的这架米格29是如何实现美制反辐射导弹装配改装的呢？根据大兵查阅的资料分析主要是有2点。其一，修改武器挂架。当然了，修改挂架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很多挂架都可以通过增加适配和转换设备，从而挂载不同的机载武器，无非就是在原有的挂架上增加一段，加个几十公斤重量而已。而在这方面，美军是很有经验。但要说经验最丰富的，那还得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在美制武器的众多买家中呢，是唯一一个和美军同等地位的国家，不但可以自由地使用美制装备，而且还可以独立维护、维修、改装，甚至在采购时呢，如果感觉提供的装备不趁手，还能提出自己的意见，让美国的军火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修改。其二，则是修改外挂管理系统。由于米格29的外挂管理系统是非常老旧的硬件交互式，因此大兵分析，武器的外挂管理有2种途径可以实现，分别是粗暴型和细致型。其中呢，粗暴型就是直接增加一条独立的控制线路，增加独立的控制核，而细致型呢，则是将反辐射导弹的控制线路连接到 R27R 型空对空导弹的控制线路上，让外挂管理系统误认为 AGM-88 是 R27R。 这样呢，在乌军飞行员选定 R27R 导弹的时候呢，就能顺利的发射 AGM-88 了。当然，这个时候的火控系统肯定不会认为 AGM-88 是符合 R27R 的发射条件，那么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选择强行发射模式，直接发射导弹，那也就是盲射。因此解决了米格29外挂 AGM-88 和战机外挂管理系统的问题之后呢，大兵发现目前最搞不清楚的问题还是乌军飞行员是怎么使用 AGM-88 实施瞄准的。毕竟所有的反辐射导弹在发射时呢，都必须得到目标引导，而目标引导的方式呢，又有3种。以美军的 F-16CG 野鼬鼠小队的情况来看， F-16CG 小队执行任务的时候，除了携带 AGM-88 型反辐射导弹，通常情况下呢，还会携带 AN/ASQ-213 型吊舱以及 AN/ALQ-219 型电子干扰吊舱。前者是主要负责目标雷达的定位，后者是主要负责实施电磁干扰和电磁压制。这是第一种引导模式。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呢，其实 F-16C 型战斗机并不需要 AN/ASQ-213型吊舱，同样呢也可以发射 AGM-88，因为有时候它可以得到来自 EA-8B 型电子干扰机的目标指示，也就是第二种引导模式。至于第三种引导模式，则是部分 AGM-88 型反辐射导弹具备导引头自导模式，可以通过导引头自主捕捉雷达的射频信号。但是这种方式呢，对于载机的要求比较高。就目前来看，美国援助乌军的应该是早期型的 AGM-88B 型或者是 C 型反辐射导弹，其中 B 型在1989年正式服役，1993年停产。它通过更换 A 型的导引头内的插件式硬件模块，获得了一个低成本、高性能的新型导引头。制导系统对数字处理器内的软件进行了改进，不仅能在地面进行预编程或者重编程，还能在载机飞行过程中进行重编程，这样就能匹配战机在出航前没有充分掌握信息的敌方雷达目标信号特征，然后跟踪它，摧毁它。至于 C 型，则是1990年投产，1998年停产。它采用了更新型的导引头，可以攻击采用变频技术的雷达和 GPS 信号干扰源。由于采用了新型战斗部，因此 C 型对目标的破坏威力比 B 型大了1倍，能够摧毁坚固防御的雷达目标。而根据从俄军捡到的导弹残骸和未爆弹来看呢，这明显是91年的库存货。型号可能是比较老的 AGM-88B Block 23型，也有可能是比较先进的 AGM-88C Block 4型，但是这2型导弹呢都不具备 AGM-88E 型的双模导引。这一点上呢，从上次乌军使用反辐射导弹攻击俄军的 TOR-M2 型野战防空系统呢，俄军及时关机、机动躲过了打击也能够看出来。不过这2款导弹虽然老，但是却有一个突出的能力，那就是具备较强的雷达带宽捕捉能力。其导引头灵敏度较高，覆盖频段多，本身可以分辨出诸多地面雷达信号，甚至结合其灵活的编程能力，能作为一个电子支援吊舱来使用，可以在外场甚至机上为机载武器发射前提供各种数据。因此，在美军基本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高度敏感的 AN/ASQ-213型定位吊舱的情况下，大兵猜测乌军使用的 AGM-88应该是使用了2种引导模式，通过地面引导打击目标。不过这就有一个前提啊，需要美军的电子侦察机或者乌军的地面特战单位携带电磁信号测向设备，在战场前线部署，收集并定位俄军的无线电射频信号，随后以语音通话的形式给予乌军的米格29一个初始的摄像。毕竟美军的改装能力再强，在短时间内呢，也无法将米格29的数据链一并修改。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美军援助乌军的 AGM-88加装了反辐射导弹的自导模式，通过米格29上的 SPO-150型 RWR 设备凑合着定位了一下雷达的方位。而这种改装方式呢，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俄军研发米格29 SMT 的时候呢，就曾经试验过，当时成功整合了 KH-31P 型反辐射导弹。因此，以美国的技术能力来讲，在半年内完成相似的改装，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毕竟1994年几家美国公司就加入过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对米格29 9.12A 机队的升级，对其实施的改装不能说轻车熟路吧，但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有现成的技术方案。虽然这种方式可靠性并不高，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能把导弹打出去就可以了，可靠不可靠暂且不提。在解决发射兼容导弹问题之后呢，目前乌克兰空军的一大问题应该是如何增加机队数量了。很明显，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乌军的战机库存遭受了很严重的损失。到目前为止，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至少有11架米格29已确认被摧毁。在战争开始之前呢，乌克兰的米格29总数约为50架，也就是说，现在的乌克兰空军最多也只有不到40架米格29了。考虑到这一点，此时的泽连斯基或许正在打电话，努力获得更多的米格29战机，例如从保加利亚、波兰或者斯洛伐克获得帮助。尽管数量增长幅度不大，但是对于现在的乌克兰空军来说，也是一定的提升嘛。
因为反辐射导弹的运用会让乌克兰空军在防空压制任务方面减轻很大的压力。像 AGM-88 这样的反辐射导弹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追踪敌方信号发射器，尤其是防空雷达。首次实战是在1986年，美国空袭叙利亚期间，当时呢，美军使用的 AGM-88 摧毁了大量利比亚的 S-200防空导弹，后来又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干掉了大量伊拉克的防空武器。而这次俄乌战争呢，美国援乌的 AGM-88B、C 型都是属于早期型号，其对抗的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的苏式雷达系统。但是即便面对俄罗斯后来研制的防空系统和雷达设备，这两种反辐射导弹在实际作战过程中的效果也是够用的。目前美军主要装备的是 AGM-88D 型和 E 型等最新批次的反辐射导弹。不过这些新导弹基本上没有援助乌克兰的可能，因为一旦被缴获，将导致美国自家的先进技术外泄，所以呢，才拿出了早期的 B 和 C 型，既能够给乌克兰打仗，来看看俄军的应对措施，又不会导致技术外漏，还能清库存，那可谓是一举三得。再加上自从俄乌战争开始呢，乌克兰空军就一直呼吁拥有专业防空压制的能力，以应对俄罗斯军队完善防空系统的威胁。虽然视频中证明了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战机确实可以发射美制反辐射导弹，不过目前并不能确定具体有多少架米格29进行了改装。但是这对于乌军来说呢，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本身乌军手中各国援助的远程火力武器就已经让俄军够头疼了，这回米格29能空射反辐射导弹，将很有可能让俄军的反炮兵雷达变成瞎子，从而无法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目前俄罗斯已经部署了 S-400远程防空导弹加入这场俄乌冲突，所以乌军米格29发射的 AGM-88头号目标也会锁定在俄罗斯的 S-400远程防空导弹身上。唯一的缺陷呢，是乌军在数量上没有足够的火力去覆盖俄军的雷达部队。总的来说，目前欧美各国从另一个层面呢，已经深度介入俄乌战争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短平快的装备改装出现。例如前不久美国向乌克兰追加的30亿美元军事援助中，有一款武器最让乌军感兴趣，那就是模块化反无人机系统 Vampire， 又称吸血鬼。这款系统呢，在技术上是值得一提的，它是一套可以安装在皮卡车上快速机动的武器，主要探测装置是一个光电探测头，而武器呢，则是一具安装在旋转式发射台上的4连装火箭发射器，弹药为 APKWS 制导火箭弹。这种火箭弹呢，实际上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标配。9头蛇70毫米无制导火箭弹通过加装廉价的半主动激光导引头改装而来的产物，重量大约15公斤，在对直升机和固定翼战机的射程分别为5公里和11公里。这种半路出家的精确制导火箭弹，或者说是简易导弹，精度很高，误差呢可以精确到50厘米，因此它更适合用于打击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类似的武器系统已经由阿联酋、阿富汗前政府等国在中东西亚地区的实战中广泛使用了，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同时打击成本也比较低廉，单发火箭弹价格仅需27500美元，相较于同样采用半主动激光制导、单价近10万美元的地狱火导弹，成本呢只有1/3。至于这种火箭弹的生产能力速度，其生产公司呢此前表示，每年可以交付超过2万枚，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其他精确制导武器的生产速度了，可以满足一定的战场消耗。有传闻称，美国空军也对这种简易武器感兴趣，计划将它作为廉价的空弹药来使用，并且已经进行过击落靶机的实验了。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了，各位朋友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